to wafer soul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ll find the weight is swaying, swaying the beauty swing,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 They are crazy. Okay, alright.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 You can feel the kind of mood.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just your pitch. Prepare for a dream. She wants to win. 不过我确实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向外界传达一些态度。陈开怡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最坚决、最有才华、最有行动力，也最杰出的一个媒体人。他是我们这个纸媒时代不可复制也不可多得的代表性人物，他更是我们这个时尚媒体领域里面一个不可多得的高峰。所以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呼吁，我希望也能有更多的人支持陈开怡。哎，关了，看着累。哎呀，你说这向霆锋搞这么一出，他是真心认输了呢，还是想捧杀你？肖主编，你比我们都了解他，你觉得他现在到底在搞什么？刚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不敢相信。现在深圳的局面也很艰难，我香港的朋友已经告诉我了，那边也是人事大动荡，总部要把深圳给关看掉，看来不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向霆锋是在唱空城计了？空城计这形容没错吧？应该是黔驴技穷，他现在众叛亲离，也只能捧捧开怡，显得自己不是孤家寡人。可惜啊，这行里谁还能相信他呀？行业外的人说不定会信呢。什么意思？他的目标从来没变过，就是要把盛装品牌卖掉，然后从中狠狠赚一笔。现在他只不过换个方式抬高身价而已。哇，那他真的很厉害了。他先把你架起来，包装成英雄，打苦情牌，然后呢，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众筹。等我们众筹的人钱越来越多，就显得我们盛装好像更有价值。这向霆锋，他当出版人，我觉得真是可惜了。哎，他应该当销售和公关呀。行了行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考虑他。按现在这个局面来说，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总部真的要把盛装全部关看，那我们众筹该怎么办？我们筹钱就是为了要收购盛装，如果盛装没了，我们收购的主题就没了，那我们筹的钱该怎么算呢？所以我们要在观看之前，把那些收购的细节跟法方聊好。还要必须在向霆锋卖掉盛装之前。不过现在看起来，他比我们着急啊。将来陈开怡能够重回盛装，跟我一起并肩作战。毕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而未来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老袁，
咱们才喝完酒，聊了那么多天，你就这么对我啊？我怎么对你了？今天是我代理主编的第一天，你就辞职，当头一棒啊，朋友！我辞职又不是因为你，我整个内容部已经全部停摆了。拜托你等我招几个人能用的人，再辞职也不晚吧？相煎何太急呀！算了吧，志不同，则道不合，让他走吧。向总，他要是走了，盛装就完了，总不可能一本杂志全部都是广告吧？而且我们不能再休刊了，如果再休刊，所有品牌和广告商都会把我杀了的。招人呢？招人的人也没了，人力资源部都跑光了。严凯在这个行业里是有名的，如果他走了，就等于告诉整个行业，我们盛装已经全部完蛋了。那怎么样？你能把他留下来吗？该说的我刚才都已经说完了。乔治死那天，盛装就注定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向霆锋，你要负全部责任。我知道你一直想报复我不在乎。我之前确实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报复你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和乔治、陈开一比，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是。但是呢，让你在这个行业里无法立足，是重要的。不是为了报复你啊，是因为你确实不配。前天喝酒有几句话，你确实帮到了我。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是你跟这种人在一起，就算成功了，也是最不光彩的那种。就算全世界所有人都只看结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备受折磨。老罗，如果你还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出来的话，我劝你啊，离这种远点。辞职就辞职，你放那么多狠话干嘛呀？我现在想好好做盛装，你能留下来吗？关门都不会吗？素质这么低！向总，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你不愿意，我愿意。你不相信我，我肯定是特别的相信你。那有什么问题？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你说万一是万一啊？如果安东尼他忽悠我们，那怎么办？你害怕？怕？我可能还真的有一点怕了。利用陈开怡的众筹，然后让他变得更悲情，让这个众筹变得值钱，然后盛装品牌在台面上的收购价也会变得值钱，这一点我是认的。但是瞒着法方，
搞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在你一份法方的授权合同，然后把盛装给卖了。就算安东尼说只要收15%的钱，但万一他翻脸不认人了怎么办呢？他不会，我认识他很多年，我熟悉他的为人。我不熟啊，所以你相信我就行了。但是让我注册一个空壳的文化公司当法人，法人我懂啊，就是一个公司万一出什么事，我的麻烦就大了。所以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要不然这样，您当法人，我们两个合伙，我胆子小，你别把所有的责任都压在我的身上，好不好？如果责任都要我扛，你凭什么挣这个钱？强总，我是您的搭档，不是您的武器。我不是乔治，我不会给任何一个人任何的机会把我逼到电台上去的。那都说了是搭档了，你应该相信我。而且我们都说好了，利益55分，刨去给安东尼的15%，咱们两个人至少每个人分1000万，甚至更多。你连风险都不愿意冒，我想请问你，你有什么资格挣这个钱？向总，你可能是误会我了。我鲁冰冰看似是掉在钱眼里的人，但是相比钱，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更重要。我的命啊！乔治，理想主义，你让他幻灭；陈开怡，英雄主义，你让他变成图腾想套现。可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算计我这样的一个利己主义者，因为你永远开不出一个价钱能高于我的命。那我只能表示很遗憾，因为你错过了一个原本不属于你，但是有可能属于你的一个挣大钱的机会。在我看来，有2件事情影响了你的想法。第一，你还以为可以做好盛装，这从你跟严凯的对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你还在妄想去挽救一本无法挽救的杂志。你把主编的虚名看得比真金白银还重要的多。第二，不要说什么利己主义，千万不要学那些文化人乱拽词。你不是，你那叫懦弱。你懦弱到整间杂志社的人都瞧不起你。你履职主编，没有人欢迎；你下的每一道指令，没有人响应。在所有人眼里，你就是一个懦弱、自卑，每天戴着一个帽子的小丑。说到帽子，他们也只不过是你用来遮掩你的懦弱跟自卑的道具，你知道吗？你永远不会成功，因为你不受任何人尊重。激将法，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最后居然是激将法。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2个人存在那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从骨子里永远没有办法相信你，因为你对这本杂志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你说这个帽子啊，是掩盖懦弱和自卑的道具，那我把它送给你，不用谢我，你应得的。
因为你才是这家公司真正的小虫。怎么不上去啊？夏凌风已经出发了，咱们得快点。到底怎么了？神神秘秘的。具体情况车上说。是向霆锋先生吗？你好，您快请坐。哦，红尘基金的万总，我叫他叔叔。之前我都是通过他跟您联系关于盛装收购的事情。是。我也不知道您喜欢喝什么茶，就自作主张泡了一壶白茶。您尝尝。没想到，像您这么年轻的人，也喜欢喝茶呀。是因为我的一位忘年之交顾明山先生，他对喝茶特别有心得。他总是告诉我，白茶性清凉，清凉能静，静能定，定则生慧，适合与人谈事的时候喝。还未请教，您怎么称呼？刘子琪，家父是恒富地产的柳军。久仰久仰。让您等了我1周，特别不好意思。不会，要说等您1个月都没问题。等我1个月，盛装都没了，你还谈什么呀？这茶确实不错，白茶清凉。喜欢清凉，向先生可是凉薄之人。现在的情况，想必红尘基金的人都跟您交代完毕了。外头对于收购盛装的局势呢，可以说是瞬息万变。过去这1周，我也见了一些有收购意向的朋友，谈得非常愉快。毕竟，盛装是一本国际大刊。那你为什么还要等着跟我见面呀？可能因为我还不够凉薄吧。我这个人重交情。当初提出这个借壳出售计划的人，正好您也认识，是您的忘年之交。我就是因为重这份交情，所以把这个机会留到了最后。当然了，现在跟当时的情况虽然有点差别，但是本质上区别不大。相反的，盛装有可能要被法国总部彻底放弃，所以现在正是抄底的好时候。是吗？但其实之前收购盛装的事情特别的简单，但不知道为什么被你跟陈开一弄得乱七八糟的。后来整个政府监管部门都开始关注了，所有感兴趣的资本也都往后退了。说句实在话，现在的盛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您为什么还要见我呢？喝茶。
现在是他们在明，我们在暗。我就是想让你知道，当时他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面操纵我们的。他喜欢把别人当成他的棋子，对于这种喜欢操盘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也变成棋子。江先生，我想我把我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得很明确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共识啦？您既然决定收购盛庄，为什么还要我联合出资呢？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之前我们的计划是低价进高价出，所有的买家都是现成的，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坦白的讲，我可能是您能找到最后的一个买家。你说你在乎交情，我也在乎交情，但毕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呀。如果您是因为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看法国总部给我所有的授权文件，盛庄的经营许可权都在我这儿。哦，那倒不用，我是一个生意人，我又不是文化人。再说了，之后我们要一起做生意，就是搭伙。既然搭伙，那我们肯定要够真诚。从小我爸就教我，如果你想看一个生意人够不够真诚，就看他愿不愿意真金白银的给你掏钱。如果不愿意掏钱的诚意啊，都是耍流氓。之前您说现在法国在出售盛庄的心理价位是3700万，对吧？我现在不去质疑这个数字，这样，我出3000万，你出700万，到时候我们转手出卖盛庄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盈利和亏损都按照这个比例，不管是亏是赚，这个很公平吧？您不会想空手套白狼吧？这不像是你这种身份的人做得出来的啊！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达成共识了？那我今天就以茶代酒，为了我们新的合作开始，干杯！那我就先告辞了，具体事宜我们随时联系。保持联系。我对未婚妻刘子琪，这是你一直想见的陈开一主。您坐，我过来就成。陈主编你好，幸会。我会尽快去巴黎。从现在的局面来看，这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这次谈不好收购盛庄的事情，我就不回来了。开一姐，我们不是都说得很清楚了吗？正是因为说得太清楚了，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做。向霆锋已经进入了这个局，只要我们再有一点耐心，他一定会上钩。然后呢？让他身败名裂，从这个行业出去。再然后呢？把他逼到绝境，等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天台，看着他跳下去。这是你想看到最后的画面吗？这就算给乔治真正的报仇了。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我跟你说，他甚至想过让你死。你死了，盛庄众筹才会显得更加的悲壮。盛庄的价值才是最大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将计就计，等他把700万打到账户，再把他作假的事实公诸于世。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让他做的，是他咎由自取，有什么不对吗？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对或错的。开一姐，我理解你们之前有特别深的交情。话说回来，即便他人财两空，即便他坐牢，那他也不会死吧？而且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有一句话说得对，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所以我要尽快去巴黎搞定这该死的收购啊！为了救他，不，为了救我们所有人。想喝点什么吗？不用了。我没想到你会找我，我本来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怎么会约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咖啡馆，你记得吗？我本来想约那里，但那家咖啡馆现在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主动找我？是因为陈开义的众筹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那边挺顺利的，凌晨的飞机去巴黎。飞巴黎？钱筹够了？不可能！我才刚查过他们众筹的进程，才刚过600万。别说他了，说说你吧。我没事儿，挺好的。收手吧，趁最坏的事情还没有发生。霆锋，霆锋，没事吧？我没事。陆冰冰，哎呀，陆冰冰也是个人才啊。君子难缠，小人好用，这句话可是你说的，现在还觉得好用吗？是陈开义让你来找我的，算是吧。他跟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希望我来劝你。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一件事吗？你是不是真的想过要陈开义死呢？是，我是这么想过。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所有的事情。我是想过，如果他死了，他就成为真正的英雄；如果他现在死了，他就真的成为一个图腾，身中的价值会高到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有谁不会死呢？
但他跟乔治不一样，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的打击到他，所以我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让他自己去死。你为什么要选择度过这样的人生呢？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一个人的死亡上？这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我想是因为人性的卑劣吧。我承认，那是人性中极其卑劣的一部分。但是我回答不出来，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人生或是把生活过成这样？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卑劣的一个程度？我回答不出来。也许随着纸媒的没落，也许随着事情一点点的失控，随着我能够抓住的越来越少，以至于我的选择也越来越少。所以，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真的很想回答你，可是我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刘子琪的道行毕竟不如顾明山。当他提出那个建议，他出3000万，我出700万，跟他一起做这件事情，这难道不是一个局吗？我明明可以拿钱走人了，我为什么还要干这些事儿？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就是累了，我累了。如果能给我再一次选择的机会，事实上你给过我一次选择的机会。你在机场问过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回香港，我拒绝了。那是因为我还以为我能够做点什么，还能够给你一点什么。我还以为我可以，我能够给你你想要的。我错了，对不起，我错得如此可笑。我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卑劣，我都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跟你在一起。谢谢你还愿意见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我希望你跟郑开怡能把盛庄越做越好。我知道你会的，因为你值得拥有那样的未来，而那样的未来里面，不应该有我。所以，你好好保重。
你说的我都听得懂，你也要好好保重。为什么要帮我？我做这一切，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我们是同一种人。不是同一种人。我们来自相同的地方，身上有着相同的时代烙印，曾经有过同样的信念，或者说信仰。只是后来，我认清了现实，而你还在继续欺骗自己，还在欺骗自己这个时代没有改变。还在欺骗自己可以改变现实。时代没有改变。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扎个马尾辫，眼睛转啊转的，对什么都好奇。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我会离开盛装，离开这个行业，从此跟这本杂志没有半点关系。挺好。我一直想住在一个院子大一点的房子，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修剪草坪，或者是去湖边钓鱼，也挺好。你呢？你想做什么？用尽一切办法，把盛装继续做下去。你觉得乔治会原谅我吗？你觉得呢？我觉得，来，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不怕胖，就是棒。好，看前面，可以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猜到了。林志炫跟陈开怡争夺主编之权，他是不是算是？请问一下，您创办了红底基金，请问这算不算是另一种方式报酬的？请您回答一下好吗？请您回答一下，请您回答一下好吗？回答一下，回答一下。小李，今天晚上就是盛装的未来，你就是我们的未来。未来来了，加油加油！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新盛装出版人兼主编陈开怡女士。为什么觉得自己适合做专题编辑？梦幻般浪漫，迷途难返。请给我多一点时间，想跟您说个故事。可能这个故事有点长。什么吸引？为什么所乱？一颗心不安，渐渐辗转。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满满，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庆幸和遗憾，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骄傲满满，也曾经沧海，也曾经温暖，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我的梦璀璨如朗朗星空，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